人啊，一定要学会给别人祛魅，就是看透，你学历再高也跟我没有关系，你年入100万，我又不花你的钱。以前总觉得厉害的人说什么都是对的，被冒犯了也不敢吭声，好像自己没有资格反驳。现在明白了，只要对方的价值不体现在我身上，对方再厉害也没有用。只要我不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，我们就是平等的。这句话说出来，有人会觉得不服气。很多人觉得有钱有势的人就是高人一等，觉得学历高地位高的人说话就该听，觉得普通人跟大人物怎么可能平等。卢叔想跟大家说句实话，你有这种想法，不是因为别人太强，是因为你把自己看太低了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厉害的人面前抬不起头？你是不是也被冒犯了却不敢说一句话？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不够资格跟别人平起平坐？如果你愿意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，让大家看看有多少人吃过这个亏。佛经有云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你的心、佛的心、众生的心，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。你觉得别人比你高，是你的心在跪着。你把别人捧上神坛的那一刻，你就把自己踩进了泥里。那些光环、头衔、财富、地位都只是外在的相。你知道吗？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内耗就是把太多人看得太重。你把领导看得太重，他说什么你都不敢反驳，哪怕他说的不对。你把有钱的朋友看得太重，他跟你说话阴阳怪气，你也不敢翻脸。你把所谓的大咖看得太重，人家随便说句话你都当成圣旨，哪怕那话说的根本不靠谱。你活成了什么样子？你活成了一个随时准备讨好别人的人。你不敢拒绝，不敢表达，不敢维护自己。你怕得罪人，你怕失去关系，你怕别人说你不知天高地厚。但你问问自己，那些你小心翼翼维护的关系给你带来了什么？那些你不敢得罪的人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过你吗？后来才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，你越是把别人看得重，别人越不把你当回事。你越是觉得自己不配，别人越觉得你不配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你的姿态决定了别人对待你的方式。你点头哈腰，别人就觉得你该低头；你挺着腰板，别人反而高看你一眼。祛魅这2个字，很多人不懂。魅是什么？是光环，是滤镜，是你在别人身上加的那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。你觉得他厉害，不是他真的厉害，是你觉得他厉害。你觉得他高不可攀，不是他真的高不可攀，是你自己蹲下来了。你仔细想想，那些你曾经觉得了不起的人，你真走近了看，也就那么回事。那个你崇拜的领导，回到家也跟老婆吵架。那个你觉得高不可攀的大老板，也有一套烂摊子收拾不了。那个你觉得他什么都懂的大咖，也有胡说八道的时候。他们不是神，他们是跟你一样的普通人，有七情六欲，有缺点毛病，有一堆解决不了的问题。那你为什么怕他们？因为你把你没有的东西当成了他们独有的光环。你没有钱，所以你觉得有钱人什么都对。你没有地位，所以你觉得有地位的人说什么都有道理。你没有学历，所以你觉得高学历的人永远不会错。你把你的缺失投射到了别人身上，然后你就把自己看低了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比别人差。佛经有云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看到的那些光环都是虚妄的。学历是一张纸，财富是一串数字，地位是一个位置。这些东西今天在你身上，明天可能就没了。今天还在那个你崇拜的人身上，明天可能就转给了别人。所以别把你的自尊系在别人的这些虚妄的东西上。你知道吗？真正的平等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你自己认出来的。你认出来他跟你一样是个人，你就不怕他了。你认出来他的钱不会分给你，你就不舔他了。你认出来他的光环照亮不了你的路，你就不崇拜他了。
你认出来你不欠他什么，你就不卑微了。这就是祛魅，把别人身上那些你家的光环一个一个摘掉。他不是神，他是人。他不是你爹，他不养你。他不是你的救世主，他就不了你。他厉害是他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他有钱，那也是他的钱，你又花不了他的钱。他有地位，那是他的位置，影响不到你就不用怕。有人会问，那我不尊重别人了吗？不是的，祛魅不是让你不尊重人，是让你不跪着看人。你可以尊重一个有钱人的奋斗，但你不必在他的钱面前低头。你可以尊重一个高学历者的学问，但你不必在他的学历面前自卑。尊重是平等的关系，崇拜是不平等的关系。你把崇拜放下了，尊重才能真正建立起来。只要我不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，我们就是平等的。这句话是祛魅的核心，是你看透人际关系的总钥匙。你想想看，你为什么会怕一个人？因为你对他有需求。你怕领导，是因为你想升职加薪。你怕有钱的朋友，是因为你想维持这段关系以后能用上。你怕所谓的大咖，是因为你想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或者得到认可。你的怕不是因为对方有多强，是因为你自己有求于他。一旦你没有需求了，你就不怕了。你不指望领导提拔你，你就不怕得罪他。你不指望有钱朋友拉你一把，你就不怕跟他翻脸。你不指望大咖认可你，你就不怕他看不起你。你的底气从哪里来？从你没有需求的那一刻开始。你去观察那些活得通透的人，他们为什么能在任何人面前不卑不亢？因为他们不指望任何人，他们靠自己吃饭，靠自己立足，靠自己找到活着的意义。别人的认可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；别人的帮助给也好，不给也好；别人的看法对也好，错也好。他们的心不挂在别人身上，所以谁也拿不住他们。佛经有云：有求皆苦，无求乃乐。你只要有求于人，你就苦了。你求领导赏识，你就得看他脸色；你求客户满意，你就得忍气吞声；你求别人看得起你，你就得装孙子。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回应上，别人不回应你就痛苦。反过来，你什么都不求，你就什么都不怕。你什么都不怕，你就自由了。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做一件蠢事，他们把太多精力花在讨好那些根本不会给自己任何好处的人身上。他们在饭桌上给所谓的大人物敬酒，陪笑脸，说好话。他们在朋友圈里给有钱人点赞、评论、捧场。他们在单位里给领导端茶倒水、拍马屁、表忠心。结果呢，那些人转过身，连他们名字都记不住。你以为你在经营关系，其实你只是在消耗自己。你把你的尊严、时间、精力全部贱卖给了那些根本不把你当回事的人。你得到了什么？你得到了一个虚妄的安全感。你觉得你跟他们有关系了，你觉得你也是圈子里的人了，但你心里清楚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他们吃肉的时候，你连汤都喝不上。反过来，你把那些精力花在自己身上，你读书、锻炼、学习、攒钱，你不求任何人，你自己就是自己的靠山。到那时候，谁也不敢轻看你。你不去找关系，关系会来找你；你不去讨好别人，别人会来尊重你。这才是正道。经书里有句话：自依止，莫依止他。依靠自己，不要依靠别人。你自己的本事是真的，别人的光环是假的；你自己的价值是真的，别人的评价是假的。你把假的当真了，你就输了；你把真的守住了，你就赢了。讲到这里，卢叔送大家3面镜子。这3面镜子你每天照一照，你就知道该把谁放在眼里，该把谁当空气。第一面镜子，照需求。你问问自己，你对这个人有什么需求？他给你发工资吗？他给你饭吃吗？他能决定你的前途吗？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，你在他面前就不用那么卑微。
他开什么车，住什么房子，戴什么表，都跟你毫无关系。你又不花他的钱，你不欠他的。第二面镜子，照价值，你问问自己，这个人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？他能教你真本事吗？他能在你困难的时候拉你一把吗？他能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指条路吗？如果不能，他再厉害也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不需要为一个跟你无关的人搭上你的自尊。第三面镜子，照平等，你问问自己，你和他是不是都是人？他会不会生病？会不会老？会不会死？他有没有烦恼？有没有压力？有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？如果有，那他就跟你一样。他有再多的钱也买不来长生不老，有再高的地位也躲不开生老病死。在生命面前，你们是完全平等的。三面镜子照完，你就知道谁值得你尊重，谁只是你想象中的神。真正的尊重是给那些品德好、对你好、值得你尊重的人，不是给那些徒有光环、跟你无关、只会消耗你的人。你不花他的钱，就不必看他的脸色；你无求于他，就不用跟他低头；你不指望他的光，就不会怕他的暗。你们之间没有债务，就没有高低。佛经有云：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你的心是什么样，你的世界就是什么样。你觉得人人平等，你就活在不卑不亢里；你觉得人人高你一等，你就活在卑微和恐惧里。选择权在你手里，不在别人身上。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故事，你有没有因为把别人看得太重而委屈过自己？或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给别人去媚的？也许你的经历正好能点醒另一个人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